Welcome. 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工作间。那上次房间改造视频发完之后呢，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问这个是什么产品，那个是什么产品。所以我今天带大家详细来看一下这个房间以及其中的一些选品。那首先还没有进门呢，就可以看到，其实我给这个门呢就做了一些设计，因为我整个房间的氛围呢是朝着简约、机械还有车间这种关键词去的，所以我给这个门加了一些机械字，还有这个条纹元素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跟整体氛围还是非常搭的。如果有需要同款的小伙伴呢，可以搜关键词玻璃贴纸。然后呢，就是我的书桌区域，因为我平时工作呢主要是做视频剪辑还有美术设计，所以我主机用的还是 Mac Mini， 它的外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。而且由于环保没有提供屏幕，这样我也拥有了自己选择屏幕的自由。这个很多人问的屏幕呢是川生的一个40寸的带鱼屏，主要我是之前就想用这个带鱼屏去剪辑，实际用下来我发现呢，这个5K 的分辨率去剪视频，无论是滑动这个时间线还是看素材都非常的方便，而且还是比较少见的银白色。那就是原来的显示器支架呢比较占地方，所以我加装了一个松能的显示器支架。那这个支架呢非常的稳定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给带鱼屏用的，我也选了一个白色的。那除了节省空间之外，它还可以让这个线呢从它的后面内部走，处女座狂喜。屏幕上面我还是挂了一个显示器灯，不过是我之前的明基旧款显示器灯，我也用了好几年了。它在晚上使用呢是比台灯让你的眼睛感到更舒服，而且也不影响这个屏幕的显示。这对音响也很多人在问其实你在小红书上搜白色桌搭，你会发现它已经烂大街了。它其实是漫步者的 M24， 主要是因为比起它的颜值还有音质，它的价格只要200-300就可以入了。我感觉它放在桌上呢就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对于逼格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对我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是监听音响，所以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HiFi， 比较还原声音它原来的音色。那键盘鼠标呢，我用的都是 Keychron 的 Q14 Pro 还有 M3。我之前就不止一次的表达过我对于这种 Y 把子 Alice 键盘的喜爱。那斜过来是更加符合手的方向。那 M3 呢是比较适合我的大手，而且这两个玩意儿呢，它都是带有 RPG 的。不是 RGB 的。虽然都是蓝牙，但是是专门为 Mac 设计，所以兼容性不用担心。如果你从正面看这个桌面是几乎看不到线缆。那除了我专门收纳过之外呢，我还把桌面上几乎所有设备都无线化了。像这边是3合1的充电器，充我苹果产品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无中生有的充电位，可以充我第2个手机或者是无线设备。难道是因为这个无线充电桌发明出来了吗？那并不是是我在底下装了一个可以隔空的无线充电器。其实你放到桌子下面呢，也看不到什么线缆。因为为了弄这个房间呢，我是用了非常多的线缆收纳工具，可以说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。那之后我会单出一期视频。那为了整体的氛围呢，我组装的时候就给桌子贴上了灯带。那它跟整个房间的灯光系统呢都是飞利浦 Wiz 的。房间里的所有灯光呢，几乎都是通过墙面反射，这也是我在一开始就考虑进去的。因为通过反射得来的光源，它面积会比较大。无论我站在什么位置，或者说是这个房间里任何一样物品，它的阴影都是非常柔和，你几乎看不到一道很硬的阴影边，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呢，感觉就比较的舒适。然后就是这个飘窗柜里呢，我其实也给每个装了一个感应灯，这样拿东西的时候能看得见，而且还挺省电的。这灵感呢来源于我有一次在朋友家上厕所，他马桶里装了大感应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用的，只要20几块钱一个，也不贵。这个人体工学椅呢是 TGIF 的 Ace。其实想找一个白色的带有机械风格的工学椅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功能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选它呢纯粹是因为颜值。然后是这个房间收纳系统。这次桌边呢我没有用这种桌边柜，而想把这种工作车间的风格贯彻到底。于是呢就突发奇想用了这种工具小车。我用下来发现非常好用。首先它的风格还有颜值跟整个房间的氛围还是蛮符合的。其次呢，它是那种开放式的收纳，所以你可以很快定位到自己想用的工具，而且加上这种收纳盒，那真的可以做到杂而不乱。如果有什么东西不想看到，或者拍摄期间呢，我只要一盖上盖子就很整洁。如果我要去什么其他房间拍摄，我可以把这些拍摄的工具全部都扔在车上，然后直接推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不用一次一次来回拿了。桌子左手边我装的是洞洞板，这个是老朋友不多介绍了。至今我觉得它还是放你常用物品最方便的一种方式。2块板上面呢，我放了一个这个叫3D 数字时钟，看上去很简单的装置，但它其实是连着 WiFi 的，所以它永远是准时的。本来是打算在这边放一个粉丝数牌的，但后来觉得时刻要看着掉粉的压力太大了，就算了。然后这边是我的主收纳系统，一个上墙的置物架。首先它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靠墙钉2排柱子，然后还有几块铁板。其次它跟我房间里所有的收纳核心是一样的，一定是开放或者半开放式。因为我发现只有你看得见的东西，你才会想起来去用它。
并且它可以随时根据我的需求呢，自定义去调节这个高度。像这边的收纳我已经使用差不多了，如果还有很多的收纳需求，我就在这边再去拓展一排。所以比起那种大的柜子，它的利用率还有自由度都更加高。那我这边主要是为了颜值啊，选择这种悬空的置物架。那它缺点呢是有一点贵，如果没有那么高要求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去选择那种靠墙的置物架代替。OK， 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那之后呢，我可能会讲一些关于这个房间的设计思路，还有一些细节。那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